差一点成为最强高达。从天而降的和平守卫者登场，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STTS-909，飞升自由高达是世界和平观察组织孔帕斯所装备的一款机动战士高达。该组织在第二次 Plant 与地球联合的战争结束后，由 Plant、大西洋联邦和奥布这3家政治势力共同成立。其职责是监控世界各国政治局势，并及时对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为此，在孔帕斯里设置了维和武装部队，来专门负责打击制造世界动乱的各种武装势力。而孔帕斯此时主要的打击目标，便是原地球联合军米凯尔上校率领的兰波斯局残余势力。虽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但所掌握的军队规模仍十分庞大，足以跟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直接比拼，并且具备随时发起大规模战役的战争能力。像一些国力较为弱小的小国，无论在军队规模还是装备性能方面，都无法与米凯尔率领的兰波斯局残存武装力量相抗衡。这两者之间的力量差距，就跟大国跟小国的差距一样，存在天壤之别。所以，只要这股兰波斯局的残余势力没有得到彻底铲除，全世界的人民仍处于被战争威胁的恐惧当中。为了对抗这股强大的兰波斯局残余武装力量 ，Plant、奥布和大西洋联邦都给予了孔帕斯技术支援，开发了一批全新的机动战士装备，提供给孔帕斯使用。而这架飞升自由高达便是其中之一。能从名字和外形上可以看出，这个飞升自由高达是基于强袭自由高达开发而来。具体体现就是这两型高达所配备的装备比较相似。首先是在防护上，这两型高达安装的都是 VPS 装甲。该型装甲在 CE73年时期扎夫特次世代高达就已经率先装备，其能耗和防护性能的综合表现要优于较早前高达装备的 PS 装甲。因能耗过高的原因影响机体性能发挥的情况，也在 VPS 装甲上得到解决。然后飞升自由高达的部分武装也与强袭自由高达的装备高度相似。首先在机体的腰部位置，飞升自由高达安装了2门毒蛇 3MMIM2020 型磁轨炮，该型武装基于强袭自由高达的其余3磁轨炮发展而来，两者的攻击方式没有变化，只要炮口向前展开即可发起攻击。采用电磁进行加速后，所射出的弹丸具有极强的贯穿能力，而且该炮的炮口初速很高，即使是近在咫尺也能给予重大伤害。而收纳光束键的位置则有所变动，从上方挪到了连接结构的侧面，而配备的光束键也进行了调整，由强袭自由高达的超级蝎虎座光束键换成了 MAFZ51 型 Vershina 光束键。两型光束键在性能表现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在进行接近战时展现的斩击威力依旧十分的犀利。然后就是头部的造型相似程度很高，仅在部分地方存在差异，包括飞升自由高达在这个位置安装的近防火神炮，口径与强袭自由高达一样都是31毫米，但武器的型号不同，飞升自由高达安装的是 MMIGAU30 型 Schlag Fan Block 7自动近防火神炮。然后就是两架高达在手臂上都安装了光盾发生器，同样在飞升自由高达上的MMIX525 型无敌光盾发生器也是基于强袭自由高达的光盾发生器开发而来，但在用法上存在不同。其体现在飞升自由高达在左手位置准备了一个弓盾装备，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自身的防护和攻击能力，与常见的使用抗光束涂层的盾牌有所不同。这个弓盾装备使用了基层装甲打造而成，该型装甲普遍在宇宙战舰上使用，在对防御光束武器方面具有极佳的效果。其原理就是通过快速散热的方式来化解掉光束攻击所造成的伤害。除了防御上的作用之外，该弓盾系统融合了 RQM73 型射刀回旋镖系统，该系统带有2把 G3 型光束刃用于攻击，使用时会在这两侧位置展开，同时在顶部这个位置也会输出光束刃用于攻击，这样可在防住了对方的攻击以后，直接就能向对方发起反击，并且自身带有推进器，可脱离机体单独主动出击作战，甚至还能拿来配合飞升自由高达，像僚机一样去发挥各种战术作用，也由此让飞升自由高达的作战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弓盾装备飞出去后遭到敌方攻击时，手臂上的光盾就可以代替来发挥防御作用。也由于这个弓盾装备的存在，飞升自由高达就不再像强袭自由高达那样双手持有光束步枪，所以仅在右手上携带了一把 MAM727A3 型高能光束步枪。这把武器的主要攻击距离虽然处于中近距离范围，
但枪上带有瞄准装置，能支持在超远的距离上进行精确射击。接着是在后背位置安装了可动机翼结构，这一点与强袭自由高达背后的龙骑兵系统产生了较大区别。其来源是自由高达的可动气动弹性机翼结构，包括内含的400毫米口径 Stormsvaha MABBF75 型超高能脉冲炮，也是跟自由高达的鲸鱼型等离子光束炮属于同一类型武装。所以当这两型武装在发起攻击时，都会将炮口展开放到肩膀之上。而且飞升自由高达也搭载了多重目标火控系统，能像自由高达一样进入全爆发模式。在启动全爆发模式了以后，包括弓盾装备在内的所有攻击武器就会对多个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其在这一瞬间输出的攻击火力可谓是十分的凶猛，很容易就决定了一场战斗的形势。而另一个从自由高达就开始有的高机动模式，在飞升自由高达上同样也有具备，可随时在战斗中开启，进一步提升战斗力。当然，除了外部的造型和武装有所变化之外，飞升自由高达的驾驶舱也进行了重大改进。驾驶舱在采用了全周天显示的设计后，视野和态势感知等方面较之前的机动战士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包括配套的操作系统也进行了升级改进。当机体探测到被敌方火控系统或激光锁定时，还会在驾驶员正前方弹出警告字幕，以此来提醒驾驶员及时做出规避。而在飞升自由高达上的另一个重大改进，那就是参照村宇的可变形结构，增加了 MA 模式，以此来提升飞升自由高达在大气层中的机动性能。这样飞升自由高达就能像村宇一样，可根据战斗情况来选择切换 MA 或 MS 模式，这也就让飞升自由高达具备了更多的空战能力，包括在对地攻击方面也是如此。当要突破对方的地面防空网络时，飞升自由高达只要转换成 MA 形态就能轻易突破。可见在拥有了 MA 形态以后，飞升自由高达的突防能力就得到了质的变化。不过飞升自由高达的可动机翼没有设置挂架，因此无法携带各型导弹和制导炸弹，对地打击的能力也就不像村宇那么全面。所以飞升自由高达在切换成 MA 形态后，只有附载弓盾装备的光束步枪可用，所以在发起攻击时，飞升自由高达一般都会先变回 MS 形态，而 MA 形态更多时候是用来进行突防或一击脱离战术。可以说 MA 形态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速度方面，而且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执行维和任务，孔帕斯的武装部队会常态化部署在近地轨道位置，这样飞升自由高达就能利用 MA 形态，无需额外辅助装备的情况下，就能在地球和近地轨道之间进行往返机动，从而在暴乱事件发生后快速抵达事发区域执行维和任务。当任务执行完毕要进行返回的时候，就可以在大天使号的帮助下，利用大天使号阳电子炮制造的快速通道，飞升自由高达只要切换成 MA 的形态，无需增加辅助动力就能返回到在近地轨道的千禧年号上。由此可见，飞升自由高达的动力是十分的强劲。不过对比有装备光轮推进翼的强袭自由高达，飞升自由高达的机动性能总体上还要差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知的信息当中提到了飞升自由高达的动力装置跟强袭自由高达一样，也就是超刀和混合动力装置，但这一信息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确认。另一个是作为飞升自由高达的驾驶员，基拉大河全程参与了飞升自由高达的研制工作，而且这架飞升自由高达还不是完全体形态。至于还未完成的部分，其实就是另一个背包装备荣耀捍卫者，同时负责开发的还有另一名工程师，而这名工程师便是来自扎夫特设计局的艾伯特海因莱因，曾经参与过自由和正义这两型高达的研制工作，其能力水平十分高超，因而现在作为孔帕斯的技术总师，来与基拉一起负责荣耀捍卫者的开发工作。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荣耀捍卫者因研发难度太大，导致进度有所缓慢，结果飞升自由高达在一场战斗中被击毁，使得荣耀捍卫者没有来得及在飞升自由高达上装备使用，而导致飞升自由高达被击毁的这场战斗，正是孔帕斯组织受芬德申王国的委托，在前往欧亚联盟边境附近追剿米凯尔时发生的。原本这场战斗是由孔帕斯、芬德申王国和欧亚联盟共同组织进行，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芬德申王国设置的圈套，真正的目标并不在米凯尔率领的兰波斯局残余势力上，而是要制造孔帕斯和欧亚联盟相互冲突，然后以此引发出一系列危机，来为筹备已久的命运计划创造实施契机。于是在这场战斗开打没有多久，芬德申王国的黑骑士小队便控制了基拉的心智，并引导基拉去突破欧亚联盟的边境线。由于此次行动执行前就已经要求不得进入欧亚联盟境内，
一旦擅闯边境，必遭到武力驱逐。结果基拉不可避免地与欧亚联盟爆发了冲突。见此情况后，芬德申王国立即做出了下一步行动。趁着基拉已经脱离孔帕斯战斗队伍，处于孤立这一机会，黑骑士小队便按照既定计划，立即率领部队对飞升自由高达展开攻击。很快，在黑骑士小队一连串组合攻击之下，基拉驾驶的飞升自由高达逐渐招架不住，接连被对方发起的数次攻击命中。而就在飞升自由高达的能量即将耗尽的时候，黑骑士小队毁灭立即射出大量的短针，直接造成飞升自由高达能量耗尽，导致 VPS 装甲被击穿。最终在失去战斗力这一瞬间，被选择叛变的阿格尼斯驾驶的强人击毁。但好在这些攻击都没有危及到基拉的生命。然后前来救援的阿斯兰及时赶到，驾驶魔蟹直接与黑骑士小队的毁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成功战斗到了对方不得不选择撤退的时刻。于是这场让基拉十分惊险的战斗到此得以结束。